Hello，大家好，我是青者旁观。那么今天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我现在手上的几把散刃木，那么可能也是散刃木里面比较受欢迎，或者说是知名度比较高的啊。那么它们分别是710啊，简称指甲拓，对吧？然后这一把是811，还有这一把呢，可能大部分散刃木或者说刚入坑折刀的小伙伴都会选择的散刃木的912啊。那么最后这一把呢是我下单到最后拿到货将近2个月的1161。那么可以说这几把可能在散刃木里面算是比较具有代表性。那么先来看一下啊，我玩折刀不久，因为我是做手工的，然后我自己喜欢折刀，所以我做了一些手工的折刀。我其实是做完手工折刀以后再去买的。那么第一支入手的折刀就是这一把散刃木的7010。那么选择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一呢，就是作为新手小白第一次听到散刃木啊，三阴奶嘛，对吧？散刃木，然后呢，这把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那到手以后，其实试了一下，首先它的快开是非常舒服的，非常顺。虽然它只是一个垫片的啊，然后整个一个锁定也是，这里面的锁定也是比较舒服。那么我说一下我个人啊选择折刀的几个理由啊，抛开价格这个问题以外，我首先看的是一个刃型。那么我觉得刃型比较优雅的，或者说看上去比较好看的啊，简单点说就比较好看的。那这把我自己磨过啊，我可能会选择。那么所以第一支选择的这一支，而且在 B 站也看到好多 UP 主在这里，这边也有提到，就是关于这一支折刀。那么到手以后整个感觉都非常好。然后我第一支拆解的折刀也是它，那当时也是手贱，对吧？把它去磨了一下，磨的不是特别好，因为我没有专门的一些工具。那么后来呢，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录了一些折刀。那么包括这一支，可以说在我目前所有的折刀里面，我比较喜欢或者说排名很靠前的就是这一支，它甚至比912还要高一点。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喜欢的它的刃型。很多人认为就是912和811无非就是一个缩小版啊，或者说一个放大版，但其实呢，它们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的来说啊，这两支折刀呢，从比例上面看呢，像是一个缩小版，一个放大版，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区别。比如说最明显的一个位置呢，就是说这里912呢是可以两面换背甲的，其实大部分人也是不会去换背甲，至少我认为没有必要去换背甲，因为放在这里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它的指刀柱。那这个指刀柱呢，912这里是一颗螺丝，而811呢它只是一个穿过的一个轴，对吧？那么最大的区别我觉得是颜色，因为我之所以选择这一支811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颜色。那么颜色不一定说是黑色好看或不好看，而是说当我们这一支我平时有在用啊，比如开快递啊，做什么的都会用它。那么如果说因为它有一个发黑处理啊，这个黑色，而且是一个类似于石洗的刃面，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哪怕你留下伤痕啊什么的，也不太看得出来。而这一支911呢，那不得不说911在各个912啊912呢，在各个方面其实都是非常有值得入手的一些点的。首先第一个，它的一个尺寸。那么我的手是比较小的，大部分男士的手应该是比较大，而我的手比较小，所以对我来说这把更加趁手。但这个尺寸其实是非常舒服的啊，握在手上它的一个饱满度是非常高的。第二个呢，它的一个刃，它呢做的是一个拉丝，那当然我也是手贱稍微磨了一下啊，因为这里有点东西，我自己磨了一下。然后第二个呢，它开刀是非常舒服的啊，因为它是轴承，而它是垫片。那么这个轴承呢，就会有几点好处。第一个是什么呢？它的开刀轻轻一推，只要能推过这个定位珠，它就会顺势的把刀弹开。当然，你用的力大，它的声音就更好听。那么可能有一句话大家都听过，好听就是好刀啊。我用大一点的力，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声音啊，它有一种空，就不仅仅是指到哪打哪，而且有一点点就是有点空的一种感觉，就哗一下的一种感觉啊。那么这一支呢，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几个点啊，因为我除了看刃型以外，我还会比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在收刀以后，在每一个细节上的一个区别。首先我们看这里啊，这里它延续到刀根的部位是和柄的弧度交相辉映的，就是几乎你可以看到是完全匹配上的啊。不同于别的折刀，有些折刀在这个地方它是空出来的，收刀以后这里空出来的，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为了去抵住这个指刀柱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一个完整度会比较高。第二点是什么呢？它的这个螺丝就是这个推刀钮啊，这个推刀钮是点睛之笔。其实我可能会不太在意刃材，因为坦白说，
我们大部分人买过来以后是不太会去实操的当然也有，但是大部分人是拿在手上把玩的。只要它不容易锈，其实对我们看来，硬度也好，保持性也好以及强度也好等等，其实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当然，大部分人是在把玩的前提下，我们才说韧台可能不是说特别重要当然，如果说你是去实操的，那么韧台的各方面都是比较重要的第二方面呢，就是平衡性我测试过，它的平衡点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说到手感，往往会想到这支811也是一样，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保持平衡。那么我们说到手感，就很多大家会发现斧头或者说砍刀等等，它的重心肯定是在手持的地方靠上的，那么更加有利于你去挥动，对吧？但是呢，像这种呢更加容易来掌控容易掌控。那么第三点呢，除了平衡性以外呢当然平衡性和它的内部的大家看得到就和它内部的一个里面的一个镂空是很有关系的减重是很有关系的。然后第二呢，我会考虑的第二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出刀以后整个一个呼应度，就比如这个地方刚好又在和刀背是形成一个完整的过渡，然后你把手指放在这里不会硌手，对吧？那这是我考虑买刀的一些先决条件。第一个是好看，那么好看可能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标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各方面的一个细节，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自己也是做一些手工的，我会考虑每个节点之间是否完整那么再说最后一支，那么这一支呢，其实喜欢它以后呢，就当我第一次看到有类似的视频或者照片的时候，我觉得这支东西是真的非常好看。首先它的线条是非常的直的就各个方面都用直线来表达，那么这就显得比较，因为你如果自己做就是磨一个直线，某种程度上面是很难的。就像我们说打台球一样，你要打一个有角度的打出去，那你反而更准。但是很直的那些球呢，你反而打不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直线是在某种程度上直线它更美，而且你看这是平行的，整个线路都是平行的。然后第三个呢，它的开刀方式，它是这里的那个 flip 快开，那么这里轻轻一点几乎就出来了，轻轻一点，然后开刀的是非常迅猛的。那么这支东西呢，我之前也出过一个视频，但是当时卖家给我发的是第二版本。那我刚刚也说了，我可能不在意这个刃台是否强度过硬或者硬度是否高，保持性怎么样，因为我很少会拿它去干一些重活真正的拿它去用。那么但是它不能生锈，是吧？所以第二我不能接受。后来陆陆续续经过一些周转呢，就后来给我发的这个版本是14C28N 的那么也算是圆满了。然后其实它这里有一个2级锁，对，但是呢，大部分情况下是不会去用2级锁的。就是说，我们一般拿在手上把玩的人可能是这样，每天没事干就是在这样玩然后你不会去想着，我把它锁上，然后掰不过去了，这反而缺乏了一个把玩度那么这4支折刀呢，其实，如果说让我说的话，其实每一支都有自己特点，每一支都有各自的优势，而且价格上面相对来说这支是比较高一点可能也是涨价了。很多 UP 主都在说它涨价了原本没有那么贵，但是对于我来说呢还好，就是我说的还好，是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它已经涨价了，因为我入坑比较晚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它已经涨价了，所以我说的对我来说可能还好然后这3支呢，首先这个要推的话，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点需要用力，但是习惯了以后你会发现它是非常舒服的。而且这2支原厂的一个锋利度是这支811更加高一点的可能自己有入手过，自己有入手了都会情不自禁的在那边削个 A4 纸，是吧？你会发现锋利度是这支更高的。然后包括颜色上面，就是你哪怕稍微有点划痕或者说稍微有一点点脏或者指纹它都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从整洁度也好，我觉得这一支可能会排在第2然后接下来呢，是这支你可以说这支怎么讲呢？就是你不太找到它的缺点，不太有缺点唯一对我来说的就是稍微偏长了一点，因为我的手比较小，但是我玩过很多折刀以后发现它其实也并不太长，对吧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它是轴承的，那么这个轴承呢在开刀的过程中是非常舒服的。而且每知道大家知道这里有定位珠，包括这里的推刀钮上面，就是解锁的推刀钮上面有一个解锁有一个指槽有一个槽，就有个防滑的作用。然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当你往下掰的时候，其实它只有这么一丢丢
一点点就已经进入定位珠了啊，定位珠了。但很多折刀可能这一段啊，就是这是细节，就是从这里掰过来解锁到碰到定位珠这一段，弧度越小或者说过程越短，其实会越舒服啊，会越舒服。然后它的开刀呢，基本上就是用大拇指推，但有一些可能会用这个食指来推，但是我还不会啊。那么这是这一支可以说是并列第二，或者说在我心目中略微比这支把要稍微欠缺那么一丢丢。那么至于这一支呢，啊，你只能说是好玩，然后呢没有别的，就你也找不到说它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啊。唯一的可能就是说它的缺点就是什么呢？就这个指甲锉看上去有一丢丢的奇怪，对吧？那其实其他的没有什么缺点啊。这散刃木还是比较良心的一个品牌啊，可能大家也说网上可能也买不到什么假货啊什么的啊。好了，那么今天分享到这里，喜欢的话可以给我点个3连关注。那么还要说一点的呢，就是关于开刃的左右对称性，包括开刃的一个大小，也是我比较在意的一个点。那么由于呢拍摄的过程中拍不太清楚，所以这里就不给大家做展示了。各位再见。